如果仔细在看国人的10大死亡原因，我们永远输给癌症，那是因为癌症它是把全身的癌全部加在一起。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分开来，心肌梗塞、脑中风、主动脉剥离，任何心脏血管造成的疾病才是人的死亡原因主因。所以每22分钟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不小心而去世。心脏如果发生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的时候，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血管产生了痉挛的现象，就像含羞草突然间缩起来了。基本上，你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是，先想办法止痛。我们就会采用莫纳治疗法 ，MONA。那 M 就是什么东西？吗啡，赶快打一针让它止痛。但我们在家里头一定没有吗啡，对，那怎么办呢？最常见、最好介意的，女孩子常常有经痛，吃什么药可以马上缓解的？哎，对，那你这时候可以赶快吃一颗，这样子。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今天是我们第1集的播出哦。大家知道，每22分钟在我们台湾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的相关疾病不幸去世。所以心脏的保养，还有您到底有没有什么要注意，避免你有一个意外呢？今天我们很开心为您邀请到的是专家，他是台安医院心脏外科的主任袁明琪，袁医师好。嗨，钱子，大家好。原因是最近有非常多的名人相关的人因为心脏的相关疾病而离开。那前2天我们听到的是前交通部部长郭瑶琪，他因为应该是主动脉剥离，他叫主动脉剥离，是他送医，结果很快的他就离开了。对，那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消息，是一个外电三星电子首席执行长韩中熙也是一样，他才58岁耶。对。他参加完女儿的喜宴之后，也很快就离开了。对，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医师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猝死的案例是不是很多？然后他们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在看国人的10大死亡原因，跟看全世界的10大死亡原因里面，我们会意外的发现说，心脏血管疾病才是导致真正的死亡的主因。我们永远输给癌症，那是因为癌症它是把全身的癌全部加在一起，肺癌啊、子宫颈癌全部加在一起，所以哇，它高高不上，高高不下。好，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分开来，每个疾病细分开来的话，你可以发现心肌梗塞、脑中风、主动脉剥离，任何心脏血管造成的疾病才是造成人的死亡原因主因。所以每22分钟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不小心而去世。但是往往我们有时候看到，如果你可以早一点去诊断，早一点去预防，抓到一些小小的一些小问题的话，及早去介入，也许你就可以避免掉这个遗憾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才苦口婆心的希望说，大家能够多认识心脏血管疾病，它有哪些征兆，我们可不可以早一点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得到这样的治疗的目的。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没有那么大的遗憾。像是心脏血管疾病，它都猝不及防。是，以前我们认为可能是年纪稍微大一点，对，现在连一些中年人甚至年轻人都有可能就很快的就走了。对，我们先回到郭瑶琪部长好了。他是因为主动脉剥离嘛，那送医，后来我们知道从新闻的报道，他是透过叶克膜抢救，可是是治疗的方式不对呢，还是送医太慢？造成遗憾的，其实一点都不是。主动脉剥离的意思就是说血管的血管爆裂开来了。血管爆裂开来的时候，我们在主动脉剥离主要分 A 型跟 B 型2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颗心脏，大家大概都看过心脏，心脏那边嘣嘣嘣嘣的跳动，跳动之后，这个血就要瞬间的打出去。第一个打到的是我们右边的锁骨下这附近，然后呢，它紧急做个大转弯，大转弯后再转到这个左边锁骨下的动脉，然后再紧急的绕到胸腔、肚子到脚，这就是大血管。所以我常常把这个血管比喻成像一个问号，大家可以想象那个问号上面那个小短短的那一段，我们叫做深主动脉，紧接着在前面那个帽子帽圆那个地方，我们叫做主动脉弓。再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叫做降主动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心脏在冲出去的时候，在第一个大转弯的时候是冲击力非常大的地方，紧接着在转弯的时候，第二个大转弯又是个冲击力很大的地方。
这2个地方在长期的冲刷之下，血管本身就会脆弱，本身就会动脉硬化。那这时候如果这几天他刚好有压力、天气的温差啦、睡眠不好啦，任何原因，压力一过大的时候，嘣一下子血压太高，就把那个血管给吹裂掉了。心脏的血管它的特色，它是3层的夹层。第一个夹层是在内部，叫做内膜。非常平滑平顺，因为血液要走过去嘛，是要非常的平顺。第2层叫做中层，中层是什么？血管也是个生物体，所以血管也要吃饭，所以血管的血管、动脉、静脉、神经都在这个中层里面，而且血管的中层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血管的肌肉。所以当你在天气冷的时候，它肌肉可以调节收缩起来。那如果在天气热的时候，它会放松。所以它的中层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大动脉它不能随便破掉啊，所以它还有个外层。那外层是强而有力的一个血管，否则的话，我稍微跟你一握手，啪，血管就破掉了，还得了？那或者轻轻稍微打你一下，你的血管就爆掉的话，那还得了？是。所以外层是个铜墙铁壁，它不容易破掉了。那这时候呢，血液一直在冲刷，当你血压超过200、210的时候，叭一下子就把那个内膜给冲破掉了。之后这血就宣泄出去了。但是因为铜墙铁壁很厚，所以它没地方走，它往哪里走？它在夹层向上向下进行一个撕裂的感觉，是非常可怕的情形。所以我们分它为 A 型跟 B 型。A 型的意思是说，冲破血管了，血不知道往哪里走，它就往心脏这边走过来。往心脏这边走过来的话，它会瞬间的把主动脉给它撕裂开来，它会把冠状动脉撕破，把主动脉瓣膜给撕裂掉。它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它可以瞬间就会造成死亡的一个情形。那 B 型呢，也是血管破掉了，但是它往肚子的血管、往脚的血管去撕裂，还是很危险，还是很恐怖。稍好一点，但好一点，它不会立刻致命，所以大概我们可以多争取一点时间。但不管怎么样，一旦血管爆裂开来的时候，整个血管就非常的脆弱，那血液循环就会马上受到影响。尤其是 A 型的主动脉剥离，它往心脏过来的时候，它可能有把往脑部去的血管同时也都死掉，所以有些人当场就砰一下就下去了哈，是非常可怕。所以到院就大概只有50% 的机会了。那你在手术 A 型到院，对 A 型到院大概只有它只有50% 的存活率，是它只要一到医院，好，大概能够手术成功的话，那已经是拍手了，因为它只有50% 的手术成功率。是，那如果真的执行手术的话，那对不起，又是只有50% 可以成功，因为这是个大手术。在我们心脏外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手术。所以说，是天气的关系吗？刚刚医师有特别提到温差，所以温差的这个如果很剧烈的话，特别容易引起像这样的情况，还是说低温比较容易？在我们看到主动脉剥离的病人，他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当时他的血压一定很高。一定是压力，就像吹气球一样，吹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压力突然间啪破开来。那也有人解释是说啊，因为破开了，因为就很痛，很不舒服，因为他在撕扯的过程中，常常病人就是说哦胸口痛，哎呀痛到背后去，他那种撕裂开来那种疼痛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可能因此在量血压的时候，哇好高好高，就非常高，所以多半你可以测量到这类的病人大概都是有这个200多的血压，收缩压200多，舒张压110、120，是非常可怕的情形。那么再紧接着，你就仔细看这类的病人呢，你再回过头来问问他的时候，家人就会跟你讲啊，他这几天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压力很大，公司好老板交付了很多工作，他受不了哈，所以应该都是发生了什么，大概是让他觉得心理上压力很大。导致血压莫名其妙升高的一些原因，那这些都是一些知道。那再来也有很多常见的病人是什么情形呢？就是忘记吃药的就是没有控制好，就没有控制好，就是明明知道天气变化很大，你应该吃降血压的药，或者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你要去测量血压，看看有没有血压过高的情形，需不需要多加一颗药，或是要做减一颗药，这些动作都疏忽去做这个事情，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知道袁医师自己前一阵子也有在这个血管里面装了支架，对。那
我想要问的是心肌梗塞这件事情，有网络上有人在传哦，有人在传说大力咳嗽可以自救哦。我们现在讲的是自救的方式。对。那我也知道这个沈医师，沈富雄沈医师前一阵子在摄影棚也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是自救的。他觉得胸闷，他有一天去搭捷运要来录影的时候，他觉得胸闷，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不太对，他立刻掉头往医院走，救了自己一命。是。那一般的人可以察觉到这样的事情吗？可以自救吗？自救的原因就是第一个，你要先自知我可能是下个心肌梗塞的患者。那如何自知？非常简单，你只要先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超过60岁了。好，因为多半来讲，我们认为心肌梗塞还是属于年长者的一个疾病，所以超过60岁了。然后第二，你有没有家族史？如果有，那代表说，你们这个家族就是这个中奖几率比较高。第三个就是男性。因为这个疾病毕竟是男性比较多一点点，我们认为女性朋友，因为老天爷认为说你们在年轻的时候需要怀孕，你的生命要带另外一个生命，双胞胎的话，一个生命要带2个生命，所以当时在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心脏血管疾病跟男生的比率大概在未更年期前大概是1比6左右的关系。那到了他的停经之后，这个数字就拉近了，大概1比2、1比3这样子的情形哈。但不管怎么讲，你只要知道自己是这个属于这种高危险风险的话，你就要第一个要先想到 OK。第二个风险是什么东西呢？你就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下一个患者，那就要问自己啦：我有没有高血压？我有没有高血脂？我有没有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胆固醇？对，3高有没有控制好？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也要知道说，哎呦，我可能是下一个这个患者了。紧接着就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抽烟，喜不喜欢运动，那么是不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下？因为紧绷的压力都会让血管上扬。OK， 如果刚才我所讲的你都有可能是有在其中的话，那这时候你莫名其妙的胸口闷痛的时候，尤其在比较激动的情况下，譬如说沈大佬可能正在赶捷运啊，车子快来了，跑得很快，或者是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谁会得心肌梗塞？就是在那边啊，你，政论节目，对，政论节目一生气啊，就下去了，吵架，所以当你莫名其妙的，尤其正在一个激动的情形下，突然间觉得胸口闷痛的话，不要怀疑，你就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了。那你一定要想办法说，糟糕，是我。那这时候你要赶快想办法去自救。那自救的方法又很简单，用力咳嗽可以吗？网络上是这样传的，用力很大力的咳嗽。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哈，它很不舒服，因为那个血管塞住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闷到一个程度哈，你总觉得有个东西就塞在那个地方，然后开始有点冒冷汗。那你当时会想尽任何的方法想去排除这个疼痛。所以我的做法当然就是敲一敲啦，咳一咳啦。敲哪里？敲心脏吗？他就是那种闷嘛，就觉得很紧嘛，你就觉得很不舒服，那你就想做点什么事情嘛。所以赶快打开抽屉，看到万金油给它涂一涂啊，这边涂一涂，就想尽办法做各种方法想要去解决。但真正有没有效，基本上是没有效的。因为我们真正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呢。心脏如果发生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的时候，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血管产生了痉挛的现象，就像含羞草突然间缩起来了，闭起来，那就闭起来了。你要如何让这个含羞草能够再慢慢放松？你就要如何让这个血管能够慢慢放松？基本上，你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是，先想办法止痛。你要把这个痛先止住。所以在医学院里面，我们在病人来到急诊室。如果我们看到这病人已经怀疑是心肌梗塞了，或是心脏痛得很厉害，我们几乎确定了，就在等待送开刀房啊或导管室什么之类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莫纳治疗法 ，MONA， 莫纳很好记，对，莫纳，对，对，那 M 就是什么东西？吗啡，我们会马上想办法给病人吗啡，然后因为疼痛嘛，赶快打一针让他止痛。但我们在家里头一定没有吗啡，对，那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族群的话，我们常鼓励家里头可能要备一些止痛药，
而且是短效，立刻可以见效的止痛药。像是什么样？阿司匹林吗？就是说头痛的一些一般常用的止痛药，最常见、最好建议的就是女孩子常常有经痛，那你们经痛的时候吃什么药可以马上缓解的 ？if， 哎，对 ，if， 那你这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赶快吃一颗这样子。那孟娜的 O 是什么呢？就是 oxygen 氧气，因为血管一收缩起来的时候，氧气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急诊室马上给他带上氧气，让他慢慢的吸一下纯氧。那我家里头没有纯氧的话怎么办？尤其在冬天，我们密闭的空间，空气不流通又炒菜，所以家里头可能空气不是很新鲜，所以也许这时候稍微移到窗口，把窗子微微打开，让点新鲜的空气可以流通。那这时候你鼓励这个病人呢，能够放轻松，深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让每一口气可以吸饱它。那再来，孟娜的 N 是什么东西呢？叫做 NTG 舌下含片定。舌下含片定的话，如果你是知道自己有心肌梗塞的病史是什么，你可能口袋就要备一个，常备一个，或家里头至少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在这紧急的时候，赶快给它舌下含一颗，那么也许这个血管就因此就放松了，这样子哈。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家里头刚好没有舌下含片定怎么办呢？我们通常建议就是喝一杯温开水，赶快喝一杯温热的开水。为什么？热开水、热汤、热巧克力里头加点糖、加点盐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如同打个点滴。然后热热的，大家你知道很冷的时候，很紧的时候，你喝个热巧克力、热汤进去，你身体会稍微从胃里头会暖起来，会放松，会达到这样子的目的。某种程度就像是 NTG 的 N 这样子哈。那最后是阿司匹林 A 啊，孟娜的 A 阿司匹林。那阿司匹林是什么？血管一旦缩起来，血管一旦是受伤吓到痉挛的时候，马上血小板会说啊。老板这边受伤了，大家来火速的聚集在这边，我们来修复这个血管，所以血小板就会聚集，一聚集就会形成很多血栓，血栓一来的时候，哇，一连串的血栓就会把整个血管堵起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安抚血管说没事没事，不要来，不要来，千万不要来，哎，要不然大家放轻松点，不要那么积极，好，这时候赶快吞阿司匹林，然后让它能够稍微骗他一下，说知道有事了，但是不要那么急，好，所以阿司匹林也是就这时候的目的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家里头刚好没有阿司匹林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如果当时没有恶心、没有呕吐、没有昏过去的话，我们就建议多喝点开水，哈，多喝点水，稀释这个血液。所以这个孟娜在紧急的时候是很重要，但在这孟娜之前更重要的是，当你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标准的答案应该是要求救，也就是说你要找家人，因为随时看你堵到哪一条血管，有时候是很重要的血管的话，可能一下子你就要昏倒下去了，那么来不及的，所以你要先求救，你要找家人，你要打119，旁边一定要有人，一定要先找，因为你可能会昏过去，所以你要想办法打119，先找人去救你。OK， 好，如果你家里头有人，太太马上过来，孩子马上过来 ，OK。但如果你是独居的老人的话，那不要忘记了，你还要把门打开 ，OK， 然后塞个枕头，塞个鞋子或什么东西的，好，因为如果这时候你真的昏倒了，救护车真的来了，那么这个都要破门，这个破不来，因为现在的台湾的门呢，还有铁门，非常，你要破掉门的时候，大概几个小时可能都过去了哈，所以你这时候一定要打开个门。塞个枕头，塞个什么东西，那这样的话，邻居会觉得，哎，这个袁叔叔怎么今天家里头门一直敞？这怎么他的门怎么一直敞开的？怪怪的，他可能就会进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救护人员进来的话，也会马上就打开进来说，你在这边怎么回事？我赶快救助，因为救护车再快，大概要15分钟左右才能到你家，所以你可以争取这黄金的15分钟。那沈大佬当然就窝着胸，一直往医院跑。那这个也对也不对了，当然是可以，但是你在越急的去做什么的话，坦白讲，它会痉挛的越严重，因为会紧张。对，你会紧张，所以理论上标准的作业程序应该是他应该赶快静下来，呼叫一下检疫的人说，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怪怪的，不舒服。我这么大岁数了，那么我有吃高血压药，我觉得怪怪的。
那我在那个时候轻轻的放轻松，我们叫救护人员把他安全的、平静的送到医院去，比他自己赶快急看过马路，可能会更贴切一点点。所以今天袁医师告诉我们的自救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MONA。莫纳治疗法哦，如果你在家里面的话哦，你已经是高危险区，你自己有一个警觉了，是你第一个应该要先吃止痛药哦。那第二个其实是氧气哦，对，这个先去打开你的窗户，如果家里面有氧气的话更好，对，要至少打开空气滤净器，什么东西要让点新鲜的空气有流通的作用，这样子哈。它每一个步骤。大家不要死记说一定是这样子，但它的流程就是逻辑上，就是因为它发作的时候，自己亲身经验都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你就一直想要，但是你越想要越急越躁，会越血管会缩得越紧。含羞草就是这样子嘛，你越去碰它，堵得越多嘛。保持平静哦 ，MONA 第一个止痛，第二个用氧气，第三个呢是喝点热汤或者是舌下含片定。第四个阿司匹林，对，如果你在外头，你搭捷运或是公开的场合，赶快求救，请人送你到医院去。这个自救法，大家真的要记住对，我们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越是发生的当下，不要急，你越急，旁边的人也是不要急，就是发生了，就是好，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好去处理，因为我倒下去了，我很不舒服。如果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更急那我自己大概也在半条命也会吓死，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放轻松，越轻松你大概觉得越自在，你越可以争取那个黄金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祈求的是说，从到了急诊室到导管室，把堵住的血管打通，我们是希望在90分钟内可以完成。90分钟，好，我们严谨一点，我希望60分钟可以完成的话，那前面的30分钟就是给消防员救护队的人来到你家的时机，所以这十几分钟，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握住，争取到，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有救命的机会。那当然呢，我每次也是提醒大家，不要等到被 CPR 了，被119。被开始用莫纳的时候才知道有心脏病，你应该是平常生活中觉得在走最近打球就觉得胸口怪怪的啦，闷闷的，就闷闷的啦，或者最近在跟家人吵架或看政论性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就觉得怪怪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应该拿健保卡来找我们一下子，我们帮你安排一些检查，那我们来看有没有可能有缺氧，有的话在没事的时候，赶快去把它预防性的把它治疗好，绝对比你倒下去的时候，我再来抢救你要好了太多太多。对，像袁医师自己，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前一阵子也发现胸闷，然后后来很快的自己去装了支架。对，我们那天当然也是很糗大，因为那段时间我本来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胖的，但那时候可能更胖一点点，但那时候是为了这个女儿要结婚嘛，总觉得。做爸爸的这个太胖的西装也穿不下来，减肥，我就想说要减肥，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吧，那么怎么减肥呢？这么胖去跑步，这膝盖也不对啊，所以我就骑脚踏车，骑脚踏车，那是冬天骑脚踏车，骑，你会觉得怪怪的，你就觉得怪怪的。其实我应该要警觉说是有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说。哎呦，我这么年轻，我应该还年轻吧？对呀，我就想说很年轻。我想说应该不会吧？虽然说我刚刚讲的都有，我舅舅被我自己开过刀。OK， 我舅舅我亲自帮他开刀，绕道。家族有遗传史。对，家族有遗传史嘛。我年纪也差不多到了，我自己有高血压、肥胖，你工作压力相对也算大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有胸闷的时候，我应该不要怀疑才对。但是呢，人总是嘛，铁齿，不可能。我救人这么多了，应该不会这么，所以我就忽略他，想说可能太久没有运动了，那刚运动可能怪怪的，那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是不是吃太多了，胃食道逆流那广告上都不是也讲的吗？一吃喝多了，小心火烧心，食道逆流，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就一直在排斥这件事情，直到那天晚上，突然间，真的很不舒服，真的就是
纠结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你常跟病人讲，可是你自己遇到的时候，你觉得对，还是不可能，要否认。对，否认。所以我当时就打开抽屉，找了所有的止痛药啦，这个胃片啊，吞，万金油涂来涂去，就希望能够缓解了哈。因为想到第二天早上还要开刀，所以应该尽量，应该不是啦，大概过一会儿就好了。就过了，我其实就差了15-20分钟了，因为我已经觉得怪怪的了。我本来衣服已经穿好了，我本来打算要去急诊室，不要去急诊室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对。OK， 后来他好像好了一点，那我想说啊，算了，等白天再说吧。所以我就熬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会去开刀了，就做完手术，但是我一直觉得还是你还帮人做手术啊？对，所以厉害哎！我还是觉得怪怪的。那这时候我就自己打开电脑，是自己给自己加挂了个号。中年男子有家族史，现在胸闷啊，怪怪的啊，不对，要抽血，要做心电图，要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啊。那我就是去抽了血，去做了检查。这样子就一看心电图，我就啊惨了，好像怪怪的。就再不到20分钟，我的手机就猛响，因为我们现在医院都有这个机制嘛。这个病人危急，赶快通知他回医院。我一看，哟，警报响了，对，通知我自己回医院。OK， 你就在医院里不是吗？我知道啊，糟糕，这怎么办？因为已经过了黄金时间了嘛，所以我就有点说啊，算了，人生就算了吧，就这么啊，对，我本来是这样这么豁达。对，那我就后来想想，好吧，还是找一下我同事。是，那我就去找我同事，他刚好也在忙。我说好吧，算了，我先回家拿健保卡好了。今天刚好没带健保卡，所以就回家去拿。就这时候他们刚好处理完事情了，他把电脑一打开，原因是很少找我的，他为什么今天会莫名其妙还特地跑来找我？一定有事。他就把电脑一打开。哎呦，这么严重，就全院在通缉我。对，把你找到。对，那一早来，进到急诊室，马上躺平。他动作真的很快，所以我还觉得了不起，很棒。立刻倒平，该上点滴的上点滴，该什么的，然后轰就往那导管室推。那人生的跑马灯就在那个灯光下这样子走了一圈，走了一圈，真的是。然后他就开始说：“袁医师不要怕痛哦，我们要帮你打麻醉药，要戳。”但他大概也很紧张啊。一戳没戳到。对不起，我们再试一针。我说痛个半死，真的很痛。好，那尤其在做导管的过程中，你完全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哪里会出错？因为当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就像土石流发生的瞬间，土壤是非常松动的。如果你这时候要去凿洞去做气球扩张，血管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破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他血管到达位置的时候，他打显影剂的时候，你都会知道，糟糕，下一刻可能血管就要破掉了。那时候你是清醒的吗？清醒的，这都是清醒的。OK， 所以我们就说，这下惨了。像我们一般人都不会想到这些，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 procedure。那我想说这下破的话，我都还没交代我的钱要放哪里，我的保险箱是几号，我都还没交代，因为他们动作太快了，他就放那边，然后就听他讲说，因为我们要打压力嘛，10个压力，15个压力，20。我心里在想，够了吧，撑开来就好了。因为你有出声制止他们吗？对，我当然不敢了，我是完全交给医师，对，交给他们。然后他们最后还把支架放进去，支架放进去之后还要再撑一下子，全部都弄完后一看，还醒着，大概应该是没什么事情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是个非常痛苦难忘的经验，但是也是觉得是自己稍微大意了一点点这样子。所以这也算是从鬼门关里面走了一遭回来。理论上是因为那是
左前降支断掉了。左前降支断掉的话，是在心脏上面最重要的一条血管，它断掉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造成瞬间血打不出去，有些时候就会造成瞬间的恶性的心律不整。所以我觉得可能上帝还是有有照顾我一下子吧，所以这个人还是可能做了一些的。好事要留下来，所以他来把我留下来了，这样子。刚刚听到袁医师自己的亲身经历，尤其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自救哦，这个事情大家都要记下来。如果你都可以做到保持冷静，还有 Mona 的一个送医的一个机制的话哦，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可以保持平安。